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2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题目是孟晚舟事件对比中美加三国得失啊。那么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大家讨论。今天我们的直播是在 YouTube 平台和 Clubhouse 双平台同时直播，欢迎大家每个星期六来参加我们这个双平台的直播啊。那么在这个大家开始讨论之前，我会做一个20分钟到30分钟的话题准备，为我们的讨论做一些基础的铺垫啊。那么我现在就开始，我开始之后，然后我会把时间交给 Clubhouse 的 Amy 和点点。那请大家在我节目结束，我的话题准备结束之后，请 Clubhouse 的网友呢就举手上来发言。如果大家没有人举手呢，我就会去发表这个 YouTube 平台上面网友的发言。今天这个议题呢是比较受到关注的议题，因为关于孟晚舟这个事件呢，已经持续了3年时间，但事实上这件事情不止3年时间，这件事情的事件的源头要往前追到10年前啊，所以我们今天从猴子背人开始讲。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9月24号启程回国啊。那么，新华社的新闻稿是这么说，他说孟晚舟即将回到祖国，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当地时间9月24日，孟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拿大，即将回到祖国，并与家人团聚。这篇新闻稿非常的短。这篇新闻稿有个特点，它非常小心的去掉了什么？去掉了华为这2个字啊，所以孟晚舟女士上来就孟晚舟女士啊，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应该知道她一样。她突出什么？突出中国政府的努力啊。那么所以呢，整个的宣传基调就已经跑出来啊，什么国家伟大啊，中国伟大，中国政府强大，就是中国伟大，中国强大。刁盘侠胡锡进在他的文章中这么说，他说，过去1000多天对他来说是颠覆性的，对国际关系来说也是颠覆性的，这话倒是没错。然而，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协助下，孟晚舟最终以不认罪的方式得以获释，令人欣慰啊，这是调子，就是孟晚舟没有认罪，他就回来了。你看他不认罪就回来了，你看中国政府多强大，这个逻辑关系还看上去还是能够自洽的。大外宣王志安在推特上是这么说，他说美国在孟晚舟案中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啊，这一点只要稍微有一点理性都能认识到啊，这个他是反过来讲啊，美国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我们回头看一下到底美国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总之呢，中共的这个宣传机器就已经开动了，叫伟大的祖国坚强的支持下，孟晚舟回到了祖国，没有认罪，祖国又胜利了，这是结论啊。那任正非的另外一个女儿叫姚安娜，姚安娜跑娱乐圈，姚安娜是孟晚舟同父异母的妹妹，她在微博上发了一段微博，被大家耻笑啊。这个留学生，这是个留学生，他说姐姐的飞机已经飞过北极上空，很快就能回到伟大的祖国，没有祖国的强大，就不会有姐姐的自由和家人的团聚。感谢党和伟大的祖国，姐姐你永远是我的榜样，是全家的骄傲。这个微博呢写了4遍，祖国都没写对啊，这个很难的，这个啊。然后他说北极上空，我们就讲一下为什么是北极上空。通常呢，商业航线是怎么走？商业航线从加拿大回中国啊，从加拿大回中国通常是从阿拉斯加，沿着阿拉斯加往太平洋的北边飞啊，一直飞进中国啊，是这么飞啊。那么孟晚舟的线路是怎么走？他走北极，从这个俄罗斯飞到中国，这是不寻常的航线，因为这个会比较远，有12000公里。
当然，有网友说是为了避开美国领空啊，美国会派战机去拦截他吗？这是中国包机，中国政府派包机去接孟晚舟，可见孟晚舟有多么重要啊！赛过3万毛瑟枪，孟晚舟也是这个感谢啊，写千字文，说什么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今天的自由，这倒是真的啊。过去的1028天啊，左右踟处啊，千头万绪难抉择啊，然后什么日夜徘徊，纵有万语难言说，山重水复，不知归途在何处。我不相信这是孟晚舟写啊。然后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啊。这是南方周末啊。然后说，亲爱的祖国，感谢党和政府，正是那一抹绚丽的中国红，燃起他心中信念之火，照亮人生至暗时刻，引领回家的漫长路途。这 PR 稿子啊。孟晚舟的包机会在25号晚上的10点啊抵达深圳。那华为孟晚舟的职务是华为的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啊。那么他是在2018年的12月在温哥华转机的时候被加拿大警方拘捕，然后他拘捕的时间已经过去3年了啊。这场事件涉及到美国、中国、加拿大3个国家啊，涉及到的领域包括司法、政治、外交这3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啊。那么3年来这件事情波澜起伏啊，各种突发事件不断的频出，中美关系终于走到了一个双方全面翻脸的一个地步啊。那么这2天突然孟晚舟的这个案件呢出现了突破啊，美国司法部和孟晚舟达成这个延后起诉协议，孟晚舟即刻回国啊，然后这个非常快啊。加拿大人质也同时坐专机返回加拿大，世界变化很快。我们慢慢消化一下整个的事件，分析一下各方的利益得失啊。因为刚才你看胡锡进讲，这个孟晚舟回国没有认罪啊，我们国家强大，我们赢了啊，这是很多五毛的现在的主要的诉求点。还有五毛在推特上不断的问我啊，孟晚舟认罪了吗？问我这个事，孟晚舟肯定没有认罪，都没起诉，怎么叫认罪啊？我们从这件事情要从10年前开始讲。2010年12月7号，2010年12月13号，这2个日子很重要。有2个货柜啊，里面装了什么呢？装着美国惠普公司 HP 啊，它的惠普公司的电脑设备运到了哪里？运到了伊朗。当时伊朗正在被美国制裁啊，发货的是谁？发货的就是华为啊。华为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风光啊。到了2011年的11月30号，华为又向伊朗出口了伊朗的一家这个移动电信公司出口了34个美国这家美国公司叫 Android 的这个公司的手机天线塔啊，36个。交货日期是2012年的2月3号，交货地点是德黑兰的华为仓库啊。这几件事情美国人都不知道啊，但是谁知道呢？中兴通讯知道啊。中兴通讯呢，中兴通讯跟华为都在深圳，双方都把对方当作死对头。中兴通讯是个典型的国企，华为是个隐藏的国企啊，那这身份其实都大家差不多，但是死对头啊。中兴通讯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写成了案例，写成了培训材料啊，然后呢就中兴通讯就非常激进的向伊朗这个出口很多违禁品，挣大钱，可以挣大钱，这事挣大，因为伊朗被禁运，其他国家不敢出口东西给他。结果中兴通讯发现，中兴通讯国企其实那些人都非常的
疯狂野蛮，一看哟，这能挣钱，搞，华为在搞，我们也搞，结果华为这中兴通讯做事情呢就没有华为那么隐蔽，就被这个谁呢，就被 FBI 盯上，FBI 就派卧底去中兴通讯，就去一查，当然直接就把中兴通讯摁住，告他，就开始告他说你服不服？不服我就告你。中兴通讯马上就跪下，我服，30亿罚30亿，中兴通讯罚了30亿美元，30亿美元罚了。基本上中兴通讯基本上这公司就可以扔掉，但是最后还是保了它，罚了30亿美元。而且中兴通讯到现在还有一个团队，就是美国的团队，就是合规团队派驻中兴通讯，管着它，必须合规矩。中兴通讯的那些这个培训材料，当然也被美国拿走了啊！美国拿走就发现中兴通讯华为这个问题事态严重，就交给司法部经办。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什么呢？另外一头就是汇丰。汇丰在2012年就被什么呢？被美国司法部抓住捏住什么呢？洗黑钱，也是跟什么有关？跟伊朗有关。当时他的合规部的 CEO 在2012年的7月，在美国国会承认汇丰银行违反洗钱法，帮伊朗秘密洗钱，洗了6年，洗了160亿美元。到了2012年的12月，汇丰银行就认罪跪下，罚款19亿美元，然后就也叫什么延后起诉，就放了他。但是这个死罪免过，活罪不免。然后就当时的汇丰的 CEO 公开道歉，叫欧志华。美国政府就向汇丰派什么呢？就像中兴通讯一样，派这个合规官，合规官的工资是对方发的啊。合规官就进了汇丰之后就开始查账，一查就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华为跟这个伊朗的交易，这个交易就发现了，然后就启动内部查询，一查发现什么呢？这家公司叫 Skycom 就是一家香港公司。所有的交易是通过 Skycom 去进行完成的。Skycom 呢，其实呢有很多证据证明 Skycom 跟华为的关系，因为 Skycom 它的信纸上的地址都是华为的地址，然后它的很多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华为的身份，他拿着2个名片就找孟晚舟，孟晚舟是管财务。所有的汇丰银行的财务资料都是孟晚舟的签字，那当然找孟晚舟。为什么后来抓的是孟晚舟？原因就是这个，他是 CFO 管财务，自己的亲女儿是任正非管公司，让自己的女儿去管财务，管住钱，这很合理啊。那 CFO 就找孟晚舟问怎么回事，孟晚舟就说 Skycom 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他就不说，他就不认 Skycom 是华为的子公司，他撇清关系。然后呢，汇丰呢就继续为他们的交易提供服务啊，所谓提供服务就是转账呗啊。最后司法部把这个所有的证据往中间一放，明白了这件事情，好，那就起诉汇丰跟华为。汇丰一看不行，我认衰，怎么办？汇丰银行把所有的华为华为 Skycom 跟伊朗所有的这个财务往来全部交出来，和盘托出，污点证人，汇丰银行就成为华为在这件事情上污点。为什么中国一直在收拾汇丰？原因就是因为汇丰是污点证人。然后呢，这件事情他把自己摘干净，这我是不知情的。美国政府接受这一点，认为真的可能汇丰银行真的不知道这个 Skycom 是华为的子公司，然后他们之间再完成一个这样的交易。然后局势呢就好，那就目标定在哪里？
目标定华为，然后主要的证人是谁？主要的证人就是孟晚舟。孟晚舟是这件所有事件的关键的人物，就通知加拿大帮我把孟晚舟抓了。加拿大有义务啊，因为他们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有司法协助的这个协议。加拿大行，那没办法，你一提出这个要求，你没有拒绝的理由，加拿大就在机场把孟晚舟给抓了。这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孟晚舟一抓，中国一看你把我的人抓了，你得放。加拿大说我放不了，因为这个事儿已经不在我手。加拿大政府说这个事儿不在我手里，这个事儿在法庭手里，不放怎么办？中国就抓了2个加拿大的公民，作为人质判他们刑啊。然后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孟晚舟跟美国接受了美国司法部的这个 offer， 就是签延后起诉的协议啊。然后孟晚舟就飞回深圳，加拿大的2名人质就飞回加拿大啊。那么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那么如果孟晚舟回到深圳，也接受14+7的隔离的话，那他将是过去1000天以来接受的最严格的限制。为什么？因为他在加拿大只有晚上11点到早晨7点是不能外出的，其他时间可以自由活动。那现在有2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孟晚舟为什么能离开加拿大？第二个，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的交易到底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啊，这决定了这个目前这3个国家之间到底他们的利益得失怎么样的核心的依据，讲的就这件事啊。那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延后起诉协议，简称叫 DPA 啊 ，DPA 这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庭外和解。你看这个香港电影就经常打官司，庭外和解。庭外和解其实是美国司法体系或者是刑事案件当中经常采用的一种协议方式啊。那么英文叫 plea bargain， 或者叫 plea agreement 啊，或者叫 plea deal 啊，就是和解的意思，或者是这个和解或者是交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被告既不承认也不反对控罪，所以就不能够作为认罪或者是不认罪的替代。这意思就是说，他都没有开始告你，就是还没有开始进入这个司法庭审的阶段，就不存在认不认罪的问题。所以你问我啊，孟晚舟是不是有认罪？孟晚舟没有认罪，他既不认罪，也不反对控罪指控，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所以根据所以呢，这份协议，或者也可以叫和解书啊，和解书，就是说美国政府暂时不起诉孟晚舟，孟晚舟可以立即获得自由，因为美国政府不准备起诉他，就失去了什么？就失去了引渡的条件。如果没有引渡的条件，那当然加拿大就要放人。所以孟晚舟可以回国的原因就是他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这是第一个。那好，问题的关键来了，这份协议书到底是什么内容啊？这是他孟晚舟可以回国的核心的因素，也是条件。8个条件，8个内容啊。第一个，延后起诉有效期4年，孟晚舟从加拿大被捕开始计算4年时间啊，总共有效期是4年，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司法部会通知加拿大司法部终止引渡孟晚舟，这第二个。第三个，检察官建议让孟晚舟保释，但不得触犯美国联邦、州或者地方法律啊。那么这个条件孟晚舟同意。第三个。第四，如果孟晚舟遵守协议，协议到期后会解除对他的所有的指控啊。这第四。第五，如果孟晚舟不遵守
协议的内容，美国检方会对他起诉啊，会起诉他啊。第五，孟晚舟同意签署一个4页纸的事实陈述，并且同意陈述中提及的事实准确、正确啊。这是第六。第七，孟晚舟在了解自愿的情况下，与检方达成这份协议，确认事实陈述的正确性。他与他的律师代表以后的发言都不会表示孟晚舟在不知情、非自愿下签署协议，或做出其他与事实陈述相违背的言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反口，不能够翻案。这件事情你认了，就一直认到底啊，不能否认这件事情。第八，孟晚舟无条件放弃向美国索取赔偿的权利，就是8条啊。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那4页纸的事实陈述。这4页纸的事实陈述讲了3件事啊，就跟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故事有关系。第一， Skycom 这家香港公司的存续区是存续期间是受到华为控制的啊，这重要吗？非常重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华为通过 Skycom 向伊朗销售了包括美国芯片的设备，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法。这第二个。第三个，孟晚舟和华为在香港银行开展金融业务的事实，隐瞒了华为与 Skycom 的真实关系。这3个事实呢，基本上呢，就把美国政府对华为起诉的23项指控建立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基础。华为广东话叫什么？钉死咗，直接就钉在那里，动都动不了。这就是关键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件事情当中，孟晚舟为什么会同意？之前其实这个官司一开打没多久，美国政府、美国司法部就已经向孟晚舟 offer 了这个什么呢 ？offer 了这个延后起诉的协议啊，但是当时就没同意。没同意呢，大家知道孟晚舟的律师团队那是顶级团队啊，花很多钱，顶级团队打了3年官司。他的律师团队拿到了美国司法部、美国检察官提供的所有的证据，律师认为孟晚舟获胜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他建议孟晚舟接受这个 offer， 孟晚舟就接受了这个 offer， 他就回国。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孟晚舟就等于是解脱了，这是第一个，这是孟晚舟这一方。加拿大很冤枉，这件事跟他1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加拿大夹在美国跟这个中国之间，对于美国来说，他有司法协助的义务，他没有选择，他必须做这个事情，这个很重要。那另外一面呢，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矛盾，他没有利益点，所以他抓了这个孟晚舟，中国又去抓了2名加拿大的公民，他没有办法，他其实是无辜受害者。那么在这件事当中，2名加拿大的这个人质啊，就是中国抓的人质，回到加拿大，对加拿大来说就等于是个解脱，因为过去3年时间，这个案子孟晚舟的案子又在加拿大审，然后加拿大的公民又在中国给抓了，这基本上是一个磨心。过去3年，加拿大是在这2件事情在中美之间变成了一个磨心，非常的难受啊。那加拿大总理小土豆也是不断的被他的民众质疑无能没用啊，骂得要死。那现在终于这2个人回来了，
这个小土豆也松了口气，他也成功连任啊，就是算是加个鸡腿啊，加个鸡腿。这是加拿大，加拿大是这件事情，你说它获利吗？不算，不算获利，为什么？它本来就没有什么利益，它只是止损而已。所以加拿大没有获利，它只是止损，这件事情它摆脱了。但是为了这件事情，中加关系完蛋了。加拿大人对你去看一下民调，加拿大人对中国的恶感一下子飙到86，不知道87啊，所以中加关系是回不去了啊。好，那讲美国，美国为什么放？这个我看有 YouTube 骂这个拜登政府骂的要死，说拜登政府这个把这个孟晚舟放虎归山。美国政府他并不是要惩罚这个孟晚舟个人，他的目标是谁？他的目标是华为啊，华为才是重要的，才是大于孟晚舟只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华为是他要搞的对象，这第一个。第二个，司法部今天的声明讲得很清楚，孟晚舟已经承认华为非法销售到伊朗和欺骗金融机构的事实。司法部说，我们将继续针对华为的案子，我们现在期待在法院证明我们的案子。所以有了孟晚舟承认的这个事实清单，华为在美国的案子没办法翻案，23项罪名啊，所以华为一定会遭到非常严厉的惩罚，这个跑不掉。所以对美国来说，放走这个孟晚舟，手上拿到了孟晚舟签下的事实清单，这个清单就是告华为的证据，而且他是华为的副董事长兼 CFO， 他不是一般的人，而且他又是任正非的女儿，这个力量还不够吗？所以第一个，美国政府放走了孟晚舟，捏死了华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政府通过这个 case， 把这个2个加拿大人质交换回来，把2个加拿大人质交换回来了，这算什么？这算是修复美加关系吧？因为加拿大是个无辜的呀，他因为帮助美国牵连受到牵连，有2个人被抓到当人质，美国对加拿大也有义务，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把孟晚舟一放，这2个人回来，这算是对加拿大有个交代啊。所以美国在这件事上有2个好得意，一个得意是什么？一个得意就是捏死了华为，另外一个得意就是至少修复美加关系。啊，现在综合来看，最大的输家是谁？最大的输家就是华为。孟晚舟是华为的副董事长，所以孟晚舟回去也没啥好。所以你可以看啊，中国政府，当然华为后面是中国政府啊，最大的输家就是华为，背后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是把这个丧事当喜事来办，打落牙齿肚里吞，强作欢颜啊。实际上呢，中国是赔了，把华为赔进去了啊。所以，但是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又把这个丧事当喜事办，顺便的把这个5毛的大脑再洗一遍，这就是整个的过程。啊，我就话题准备我就讲了啊，大概这件事情就这么回事啊。那我们下面就先大家来有 Clubhouse 的网友就可以开始举手上来了，好吗？时间交给 Amy。哎，好，那我们今天就还像往常一样，我们那个按麦序盘麦，每个人时长在1分钟左右。我们第一位是那个 Tom 在吗？ Tim，sorry。是，那个王老师、点点、Amy， 你们好啊。那个我又来了啊。那个王老师，我请问一下，就是说今天在 Clubhouse 我统计了一下，现在在 Clubhouse 大概有3种声音哈。第一种声音就是说，举国欢腾，大家就觉得说，孟晚舟是美国已经这个示弱啦，我们中国获胜，这是一种声音。
第二种声音是说，没有，好像美国没有，只是说在某个事件暂时的，好像停或者放一放，然后重新好像没有完全，然后这两派意见就不同，就开始骂起来。然后再来有一种就是说，这个好像美国是在递橄榄枝，反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怎么看呢？就是说，在客观来看这个事件的话，您觉得美国是不是对中国递出橄榄枝，或者没有，或者只是 anyway？OK， 谢谢啊，谢谢。你刚进来吗 ，Tim？你有没有听我前面的整个话题准备？应该我进来听了大概有20几分钟。20几分钟我都讲完了，我整个的话题准备都很清楚的表明美国的立场是什么。美国立场很简单，美国立场抓住2样事情啊。第一个，通过孟晚舟的事实陈述，那4页纸的事实陈述，他手上捏着这四页纸的事实陈述，美国政府、美国联邦检察官对华为的23项指控就有了基本的事实依据，华为跑不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放走了孟晚舟，接回了2个加拿大的人质，那解决了加拿大的问题。所以美国很清楚的得到了这2样东西。他跟中国伸什么橄榄枝？他还要去告华为，华为的案子还没完，23个诉讼还在那里，这怎么叫好？这怎么叫橄榄枝？这叫橄榄枝吗？这大棒子好不好？哦，明白，意思就是说，美国就在这个，我建议你呢 ，Tim， 你节目以后呢，你去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再看一遍。我前面花了28分钟的时间，把整个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好不好？我就不在这里，我们再不讨论，我们不再讨论，好不好？好，谢谢您，谢谢 Tim， 谢谢。好，那个如果来晚的这个小伙伴们，大家可以回头去看王老师的视频。王老师刚才讲了，就是在释放他的时候，这个孟晚舟跟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一个协议，然后有8个条款，那个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好吗？那下一位是 Peter 在吗？好，你可以发言。我表达2点，第一个就是我不认为美国要整一家外国企业。有人插话吗？我很快讲，就是我不认为美国要整一家外国企业需要那个取得像孟晚舟的一些公诉清单的，这个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接下来可能有一件事就值得观察，就是我觉得中美关系可能从这个事来看的话，是有缓和微调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意义，这个我觉得后续值得观察。大概这样，以上。第一个，这不是我说的啊，这都是美国司法部说的，司法部的声明讲得很清楚，他会继续这个完成对华为的诉讼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美国司法部讲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是不是要对付？如果美国不需要去继续对华为进行诉讼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跟孟晚舟达成一个这样的延后协议？这个延后协议的核心是什么？就是那四页纸的事实陈述。事实陈述，孟晚舟承认，而且不能够反悔，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扔掉不看，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它是在里面。美国司法部愿意跟孟晚舟达成一个这样的协议，你觉得他是傻的吗？而且没有意义的东西，他放在里面谈来干什么？我们所有的判断，我们所有的结论都必须要有事实作为依据。你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在聚焦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什么为前提？以事实为前提。你比如说，你说中美关系会缓和，中关系怎么会缓和？依据是什么？你说是因为放人吗？我们整个节目讲得很清楚，在这个放人的过程当中，美国在放人的这件事情上
做出的安排是什么，我们节目当中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不想具体再反驳。如果需要的话，你再把前面的视频再看一下，好吧？谢谢。好，那个对，就是其实这重点，因为这个在新闻上，那个在中国那边的新闻是不会报的，所以王老师刚才说的那个里面这个8个条款里面的是第5条吧，就是那个CH 的陈述，其实相当于是在认罪了，好吗？那我们下一位是 Golden 在吗？我在。谢谢。我想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他这种人质交换，是不是美国不是说那个就是恐怖分子不能跟你恐怖分子，就是说那个就是叫什么 negotiate 嘛？但是这种东西美国经常做的是吧？以前阿富汗什么人质啊，什么交换什么之类的。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我是说这个，就是说你像恐怖分子，我们在谈孟晚舟，你在谈恐怖分子干嘛？我没有，我说那个人质交换，它不是中国这没有人质交换，这里面有人质交，我人质交换，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孟晚舟不是人质，加拿大2个公民是中国的人质，理解吗？如果我们在这个议题上没有共识的话，我们没有讨论的基础。我们整个节目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整个节目讲得很清楚，整个的来龙去脉。孟晚舟不是人质。那个 Golden 再给你就是你用10秒钟把你的观点讲一下，好吗？10秒钟，1秒钟再讲。你说。OK。那我另外我想说的话就是说，你把人质讲完，你说你想说啥？我人质我不说了，反正这个我觉得也没啥意思。另外一个说，就是说他可以孟晚舟，他可以不放，就是说完成这个司法过程，也来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啊。你来试试嘛，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对吗？如果他不需要这个交易，他就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他为什么之前不做到呢？那这个他不是这个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吗？已经马上要引渡了吗？那现在就放了。他愿意签那个协议才行啊。他的目标不是孟晚舟啊，他的目标是华为啊，对吗？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他的目标是华为，不是孟晚舟啊。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觉得你有点那个，把这个做一个，就美国在下一个大棋一样。这个我不觉得美国在下这个棋很简单，不大，就是美国要对付华为呗。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对付华为，没有停过。好，我先说一下，其实王老师只是把这个新闻，就是手里的这些第一手的资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通过这个资讯，我们来大家去判断啊，这个不是说想象的，因为从这个8个条款里面，孟晚舟在第5条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认罪了。当他认罪的时候，他是有权利可以，对吗？就是可以，就是跟司法已经达成了协议，可以让他回国。那这是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王老师刚才一直在强调，因为这个情况下，那加拿大的人质就可以释放，同时也可以，对吧？美国对盟友的这种修复，对华为的制裁，其实已经讲过了，好吗？就希望大家如果晚进来的人，我已经重复了，好吧？我不再重复了。下一位那个 GC 在吗？在。好，你可以看。我说美国这个他非常聪明。中国老是做这些要面子不要里子的事情。第一，他说4年以内还可以起诉那个孟晚舟，所以孟晚舟回去中国不能乱说话。第二，你这个孟晚舟做了污点证人，指证了华为，本来是应该可以受到美国政府保护的，现在美国政府连那个保护污点证人的那个费用都省了，全部事情都做错了。这个孟晚舟做一个污点证人，这个华为回去中国，这简直是输得一塌糊涂，还说什么的小粉红有什么好处？OK， 好，谢谢。那个，下一位杨在吗？是杨。我在。好，你可以看看。就是说，我对这个事儿还是比较失望，因为这个就是又给这个中共提供了一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宣传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他就很多人呢通过这个事件，你看这个美国这个都害怕了是吧？都怂了，我这个厉害国又厉害了，
还有一部分人呢就会认为这美国，你看这民主法治国家，这法律它也可以用来当做这种交易，所以一方面强化了这个人们对这个共产党这种战无不胜这种神话，另一方面呢也弱化了这种民主国家的这种道德上还有法律上的这种优越性嘛。所以这个事件呢，对人们这个整个的心理上呢，是一个这个不好的影响。好，我说完了。好，下一个。好，老人在吗？在的，谢谢。谢谢王老师，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些东西非常的详尽，然后我非常同意您对中美加三国得失的这种评论。其实我是有2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听说在在孟晚舟2018年12月1号在温哥华被抓之前的1个星期之内，其中加拿大最高层的sorry， 好像是有回音。加拿大最高层的官员呢，他们好像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当时中国政府之所以非常的愤怒，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加拿大没有尽到一个好朋友的义务，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加拿大应该提前跟中国打一声招呼，然后这样的话呢，孟晚舟就可以避免从温哥华去转机。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2013年好像其实美国就已经知道华为的这个就是在伊朗的那些商业的活动，然后呢，但是他一直等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然后在2018年底，其实是2018年的8月份才通知加拿大去帮助美国抓捕孟晚舟。我就想知道这个中间的时间差是不是意味着什么？是说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程序走到了2018年，还是说事实上他们可以提早就是说在2018年之前就可以做这件事，他们只不过是一直等到了2018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时间节点才开始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的2个问题，谢谢王老师。前面那个问题我不知道，我没听说过这件事情，说加拿大早就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中国很愤怒，而且中国知道加拿大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加拿大高层已经知道这件事，孟晚舟这个事情，要抓孟晚舟这个事情的话，那当然应该是机密吧，对不对？那中国怎么知道就知道了加拿大高层已经知道了这个机密的呢？你想，第一个，加拿大高层知道孟晚舟这件事情，这已经是机密。然后中国知道加拿大知道中国高层知道这件事情，那不是非常的小概率的事情吗？对吗？然后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然后由此中国向加拿大兴师问罪，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吗？这不是太有嫌疑了吗？这件事情捏造的嫌疑太明显了嘛。这第一个，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新闻，但是我只是你刚才的陈述过程当中，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基本的漏洞，就是中国怎么知道加拿大高层是知道，这是第一个。你别说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也得符合逻辑，这第一条。第二条，如果美国是选择性的执法的话，就像你刚才在陈述的过程当中，非常清晰的暗示美国是政治调查，是基于中美贸易战所以去抓这个人，我也怀疑是这一点。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逻辑上的漏洞，美国怎么就知道2014年怎么就知道他未来要跟中国打贸易战？那个时候的总统又不是同一个，所以他把这个案子留到后面给川普政府去抓孟晚舟吗？他怎么能够先知先觉的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他是个检察官，他肯定是要在他自己手上办案，他不可能为了一个政治的理由去把这个案子交给后面的人来办，所以这里面也有逻辑上的问题。
所以我这2件事情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调查过。但是你这2个问题本身都有逻辑上的漏洞，我觉得都不大成立。哎，好，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那个我刚才就是想说一下，这个前面第一个问题，确确实实是我在新闻里面看到的。然后呢，也不是中国政府，也不是马上就知道加拿大高层知道这个东西的。没有，你看到的报道并不能成为一个事实本身啊，对吗？所以我在好了，我觉得没必要去讨论这个问题。好，我觉得抱歉啊，就是王老师已经回答你的这个回答你了，我们不辩论好不好？我们只讲各自的观点就好了，好吗？对，还有就是今天上来人特别多啊，因为这个有点不太好管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发言，我都会把大家先挪下去。如果你们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次举手上来，好吗？我们下一位是不求，在吗？是我吗？哎，是你，好，可以开麦。好的，那个王老师就对这个事情分析得很清楚了，我呢就是也是比较赞同的，就是说呢，美国呢就是第一，他让那个孟晚舟对他这个所做的这个事情，就算不是认罪吧，但是他是承认了他这个事实，然后呢也缓解了这个就把这2个加拿大人救回来了，然后那个和加拿大这个关系呢进行了修复。但是另外我回应刚才那个网友，就是说为什么不继续把这个司法程序走完？就是说，因为如果继续这个走的话呢，孟晚舟可以不停的上诉，即使引入到美国呢，孟晚舟也可以不认罪，还可以继续上诉，所以这要花很多时间，很多年的时间才能拿到这个一手的这个证据。那么现在呢，美国通过这个协议呢，就直接拿到这个证据以后，就可以针对这个华为啊和中国的一些企业的。就是这种间谍呀、这种非法的交易呀，就可以直接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所以这个是要及早拿到的。但是呢，这个事情毕竟是另一点，就是说双方是确实是有妥协嘛，就是说这2个人质就是加拿大的人质在这个孟晚舟获释以后，马上就被中国政府送出来了。当然，这个中国政府是很滑稽了，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在走，就直接给送来了，说中国这司法是个胡闹。但是呢，中国也不会主动就送回来的，说明这个事先呢双方是有妥协、是有商议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让很多人呢感到这个有交换的这种情况，所以有些失望可能。另外呢，我第2点就是说呢，这个为什么双方呢，就是说在对这个。双方的得失的认可不一样呢，就是说，我是觉得美国赢了这个实际的这个里子，对吧？中国呢赢了这个表面的面子，但是这个里子和面子谁占的多，谁占的少呢？我觉得是，就是有的人是觉得美国赢得多，有的人觉得中国赢得多，是因为呢，就是说大家这个心态不一样。因为呢，这个大家虽然你简单的说行吗？你的结论是什么？就是说，大家虽然都是反共，但是有些人他是灭共，尤其是很多从大陆出来的网友。我们没有反共，我们这个节目是告诉大家事实和真相。我是说这个网友。不求，你可不可以10秒钟好吗？那我就说完了，我就不说了。OK。这个反共的人就是说觉得想把这个中共一下就打倒，所以他们觉得每一点的让步都不能承受，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哎呀。交易很重要啊，交易很重要。我回答一下刚才你讲的这个问题啊，交易很重要，这个世界是靠交易维持的。一个没有交易的国家，或者是不交易的对手呢，是非常危险的。它的危险不仅仅对于敌人，它最大的危险是对于他自己，因为交易是达成自己最大利益的一个前提或者手段。所以如果你不能理解交易本身，你根本没有资格去讨论时事，或者根本没有资格去讨论政治。政治的核心手段是什么？政治的核心手段就是交易，只有一件事情是不能交易的，是什么事情？只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独裁。独裁政权不交易，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所以民主政治，一个文明的社会，
他们要达成一个政治上的共识，要达成一个政治上的这个决定，他必须交易，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有一些网友对这件事情不理解，可以没问题，慢慢就理解了。对文明社会了解的越多，你就会慢慢的就会理解这件事情，好吗？Amy，我 YouTube 上面很多网友有发言，我走走这个 YouTube 吧。好的啊。情绪气愤，共匪拿着纳税人的钱包机接孟晚舟，却只给灾民发50块钱，洪水灾民发50元，还臭不要脸说共同富裕。我看了司法部网站文件，孟签的事实陈述可以作为起诉华为的直接证据。美国的目标不是孟，而是华为。孟只要签了协议就是污点证人，非常对啊。所以中国在大张旗鼓的欢迎一个华为的污点证人，而他自己又是华为的副董事长，这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情。情绪坐标深圳，央视带头直播孟回国下飞机，发表感言，还有大批普通民众机场接机，当然可能是想当然，一部分是组织安排。看到这个场景简直无语，官媒已经定性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而我认为这是我们输了整个文明世界。你不要代表他们嘛，代表他们干啥啊？观点：孟晚舟和加拿大公民被捕的先后次序，以及孟晚舟和加拿大人同时释放，这就是中国政府耍流氓的铁证。那些在朋友圈刷屏的同胞们真的很丢人，要么傻，要么坏啊！观点：对付流氓就要用更流氓的方法，我不同意啊。观点：虽然很遗憾孟晚舟回中国了，但没有比救出无辜者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开心能看到2位加拿大人能够平安的离开中国，愿他们能走出这场噩梦所带来的阴霾。非常对。我认为啊，当然有些中国人不认同，把加拿大人从中国救出来，比把孟晚舟判刑更重要。为什么？这就是人性，人是第一位的啊，就是任何一个生命都不能被浪费掉，这个很重要，这就是人的原则。观点：美国没有为加拿大人质做任何事情，美国完全有能力在不释放孟晚舟的情况下，让中国释放加拿大人质。孟晚舟被放走，重创了热爱自由人的信心，这个损失难以计算，胡扯，我不同意啊！你做个试试，你做个我瞧瞧，凭什么你就改变中国政府？你对中国政府有那么大影响力吗？我不觉得啊，这是胡扯。观点：在美国政府捏死华为之前，习就会捏死任正非和孟晚舟。OK。观点：随着华为被打残打废，保孟更大的意义也是从保卫华为变成对内愚民，扬我国威，对外在国际事务上笼络一些仇视、敌对美国的国家和势力。这个意义上，中国达到了目的。这个逻辑有点绕吧？这个逻辑有点绕，这怎么逻辑呢？国际上仇视敌对美国，那不就那几个国家吗？伊朗、俄罗斯、朝鲜，不就这几个国家？古巴，你干嘛说的那么好像很多人似的啊？观点：孟的回国与华为的处境，在国内已经分离宣传了。孟的回国证明了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失败。华为的处境被宣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的迫害，所以孟的回归已经在国内形成了很高的舆论宣传效果。反观美国，在没有宣传系统的情况下，对不起诉孟的决定也许是明智的，毕竟救了2个无辜的加拿大人，同时也为中国政府做了一次对西方极其负面的宣传。看来大家对这个宣传的这个效果很在意啊。我这里讲2点。第一点，就算是没有孟晚舟这件事情，中共天天都在宣传，没有停过1秒钟，大家都不在意。
孟晚舟回去这件事情拿来做宣传，大家就很在意。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有2点。第一点，中共洗脑无处不在，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他会放过。所以呢，其实这件事情平常视耳，这第一个。孟晚舟拿来宣传平常视耳，这第一个。第二个，宣传了又能怎么样？其实洗来洗去还不是那些已经被洗抽筋的人吗？有啥呢？所以大家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不大 make sense 嘛。为什么一直要拿这个中共利用这个来宣传，作为一个 benefit？ 这不是 benefit， 这根本不是利益，这是什么？这是他的常规操作嘛。你能把它当做利益来看，说是面子，这个根本不是面子。你想一下，这是个弥天大谎，这是个谎言。这个谎言是个利益吗？大家知道谎言最终会被戳穿的。我们的视频也可以传进去的，大家的视频跟讲事实的这声音会传进去的。当然它有墙在那里，但这个墙并不是绝对的。所以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这个好处的，所以我觉得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 benefit 是完全不对的。观点：孟晚舟签了事实陈述，就成了美国司法部起诉华为案中的污点证人，也就是孟晚舟出卖了犯罪同伙。观点：法律上证据要一块块来，有认罪协议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国际法庭上做任何制裁或者打击，所有的控告都是有所本的。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情绪：孟晚舟有多本护照，住豪宅，坐豪车，穿金戴银，违反国际规则，该坐牢，想想都恶心。可惜遇到无赖中共绑架2个加拿大人，我认为美国家国两国更赢在人心，2个加拿大人换1个垃圾啊。OK。观点：想起日本2战中中途岛海战大败，但国内宣传大胜，而当下的中国的宣传依靠网络的力量，即便远在海外，依然魔音贯耳。但是没有用啊，大家知道，虽然晋升胜利法可以帮他获得暂时的某种快感，但是没有用啊。事实就是事实啊，事实最有这个世界上最有分量的是什么？就是事实啊，事实就是事实啊，还有比事实更有力量的吗？观点：西方国家以保护本国公民为宗旨，这没有问题，但我由此感到忧虑。中共以后是否可以以扣押某国公民作为人质，要挟该国配合其达成政治目的，然后该国为了保护公民向中共妥协？中国也不怕你知道他是流氓，正如前面所说，与其让你爱戴，不如让你畏惧。我暂时考不到应对之策，但西方政治家确实需要考虑。在加拿大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中国已经颜面扫地。大家知道，你看一下西方国家慢慢的在改变对华政策，这个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过程？这个过程其实都是中共帮他完成的。这个过程就是中共的很多表现，让西方国家开始慢慢的明白所谓的威胁到底是什么。你刚开始是我们讲我们的意识形态不同，我们意识形态有对立，所以我们会冲突，这很虚幻。你举个实际例子，马上手边一拿加拿大2个人质的问题，一个国家政府用人质的方法去面对他的政治问题，这是什么？这是臭流氓，这是危险，具体的危险。所以中国政府做的这些事情，帮助西方国家，你比如说欧洲、欧盟，慢慢的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件事情你以为很小儿科吗？不是的，这是非常重大的改变。中国在付出比华为、比孟晚舟大10000倍的代价。为什么？你要知道，当一个国家对你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一去不复返了。
日本怎么败？纳粹德国是怎么败？就是文明的国家团结起来对抗它，它才败的，没有别的呀。观点：中共从此赢得的是忽悠国内民众，让他们继续处于虚假胜利中，而事实上，在国际社会尽失颜面，让大家更清醒了。人是最关键的，文明社会常常为此妥协。没关系，我昨天讲过，人类文明，人类发展的今天，文明经常被野蛮挫败。你去看一下人类历史，你就知道，人类历史经常野蛮通常是胜利的，但是最终文明还是胜利的。为什么？我们才会坐在这里讨论一个文明和野蛮的问题，否则大家根本就没有声音说话。所以你最终看到的是什么？纳粹德国最初的时候非常凶悍，他的军队非常的强大，最后怎么样？最后还是人类社会团结起来把纳粹打败了。这一样的道理啊，苏联也很强大，也很厉害，也很野蛮，都很野蛮，这些野蛮都很强大。但是当人类发现了这不能够接受这种野蛮的时候，最后用文明的方式去消灭野蛮，这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如果人类做不到这一点，人类还活下去干嘛？本来就应该灭掉嘛，是不是？你说呢？文明才是人类生存发展下去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和条件。如果人类的文明无法战胜野蛮，你要他干啥？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啊。观点：孟晚舟的回国并不是美国的失败，而是民主的胜利。不仅捍卫了人权，还成功的赢得了盟友的信任。而孟也是可悲之人，本来可以在文明过度接受制裁反倒要回国接受未知的命运。观点：王老师今天已经把美国司法部的文件重复了3次，还是有人听不明白。是的，不是，也不是，也不是听不明白，有些人故意的。提问：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高调的支持保护孟？是因为背后牵扯了什么吗？还是在孟的陈词对华为相当不利？怎么会得到政府的许可？我觉得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中国政府认为孟是个关键人物孟不能够在被美国人掌握，这是个很重要的所以支持孟就是其实做这么多动作，就是为了防止孟晚舟被美国控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提问：孟晚舟这次回国减持国家领导人的待遇，请问这个排场这么大的用意是什么？洗脑不怕排场大提问：根据保密协议的4年期限，是不是说明在2022年之前，美国必须完成华为的案子审判？也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关联理论上那份协议是有是4年，那个协议是4年有期限，到了期限，孟晚舟没有犯规，就撤掉对他的指控，但是他签的那个事实承认，那是永久有效的，不是说4年之后这个事实的承认就无效了，那怎么可能这还是中国政府的思维提问 ：John Kerry 访华时，王毅提纠错清单，释放孟是条件之一。JK 回去之后，孟就放了，是巧合吗？我不觉得是你觉得中间的关联是什么？这又是一个要攻击美国政府的说法了提问：在中西之间的对抗中，美国一让再让，是否让中共和西方进入一个如同2战前轴心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前期？现在只是缺乏一个爆发点，我不同意。这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提问：美国是否会以孟的书面证词为依据追捕华为在海外其他的高管？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
我怎么会知道他会不会去追捕他？你说呢？啊，观点王先生别灰心 ，Clubhouse 里面潜伏的五毛和自干五密度太高了，我相信油管里直播的上万人里，绝大多数都是有分辨能力的人。OK， 情况，我的工作微信圈以总监为界限，总监以下级别大肆转发孟晚舟回国事情，总监以上基本没有人讨论，可见国人越往下层洗脑越严重，感觉真的可怜。OK， 提问：眼见周围的朋友、同事越来越粉红，请教王舍，怎么样调试自己的孤独和无力感？这个问题问了很多遍啊。第一个，粉红越来越粉红的原因，并不一定它就粉红了，是环境越来越恶劣啊。环境越来越恶劣的时候啊，那么大家去适应这个环境，说一些平时不会说的话，我是理解啊，我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不一定这件事情就是你看到的那样不一定是那样，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有孤独感和无力感吗？这件事情你真的要背上去吗？这件事情你不需要背上去，你做好你自己，每天做好一点就好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经常讲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一直就是恶人当道，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一直就是恶人当道，一直就是野蛮成功，但是文明最终会胜利。这就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的人生价值，讲的就是这个。OK， 可以发言吗？我先让我说完好吗 ？YouTube 这边我先说完，然后我们 Clubhouse 继续说好吗？情绪，恭喜王老师 YouTube 频道喜迎20万订阅，谢谢啊。那明谢唐伟，谢谢严开，谢谢姥姥王，谢谢在台北向王先生致意，20个月的会员，2年多的追随，日月同心，谢谢姥姥王，谢谢。好，那我们今天这个 YouTube 平台的直播，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OK， 艾米。